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笑话。有一天，爸爸对儿子说：“儿子，我要给你找个老婆。”儿子疑惑地说：“可我自己找不行吗？”爸爸神秘兮兮地说：“但是这个女孩子是比尔盖茨的女儿。”儿子眼睛一亮：“哦，那当然可以了。”于是爸爸找到了比尔盖茨，对他说：“我给你女儿找了个老公。”比尔盖茨摇头说：“不行，我女儿还小。”爸爸不死心，可是这个小伙子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比尔盖茨考虑了一下：“啊，这样啊，那行吧。”最后爸爸又找到了世界银行的总裁，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副总裁。”总裁犹豫了一下：“可是我已经有太多副总裁了，不需要了。”爸爸最后一击：“可是这个小伙子是比尔盖茨的女婿。”总裁马上说：“这样啊，那当然可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你手中没有武器，没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但如果你具备了智慧、机智和与人相处的能力，你也可以像空手套白狼一样战胜各种挑战。许多人一听空手套白狼，总感觉不是正当的商业手段。其实在商业模式中，免费模式是商业的最高境界，能空手套白狼是本事，是通过独特的创意、精心的策划、完美的操作、具体的实施，在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范围之内，巧借别人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赚取利润。富人创业都是空手套白狼，一般人提起创业就想，我要有钱才能创业，可富人不考虑这个问题。富人眼里的创业三要素是资源、能力、项目。一，闷声发大财不一定能说会道，但一定是行动派，因为实践的真知。发现一个项目或者想法，不需要去炫耀，而是直接去做，执行力一定是关键。二，不一定有很高的学历，但一定有很好的学历，学校里的成绩不代表什么，厉害的是学习的能力。人和人的差距是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多听、多看、多学习，了解各行各业各种玩法的底层逻辑，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下次风口来袭，你就能更快的判断。三，喜欢淌浑水乱世出英雄，越是在混乱的地方，越是在平台野蛮生长的早起，机会越大。因为没有规则的时候，竞争小，拼的是谁能够坚持，谁够努力，等到尘埃落定，就很难再有迅速积累的机会。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这三点没有一个讲到钱的，因为有了资源，有了能力，有了项目就能融到钱。如果你还听不懂，你创业必输无疑。我在这里讲空手套白狼，不是叫大家去骗、去诈，而是叫大家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去组合资源，白手创业，实现翻身。高手都懂资源整合，免费才是最挣钱的。俗话说得好，借力发力不费力，懂得借力发力的人，就能够以小博大，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就能够四两拨千斤。今天给大家分析免费模式的例子，希望给那些没有本钱想创业的朋友一些新的思路。第一步，以小博大。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许多实体店面临经营困境，亏损严重，转型压力增大。因此，很多店主选择转让店面。首先，你需要寻找几家正处于转让状态的店面，与店主进行谈判。假设一家店的转让费是80万，你可以提出以90万的价格接手，但要求先进行1个月的试营业，期间店主不得干预店面运营。为确保店主的利益，你可以先支付5万作为押金，且这1个月的所有收入归店主。月末时，如果决定继续经营，再支付尾款；如果选择放弃，这5万押金可以补偿店主1个月的损失。通过这种方式，你只需90万就能接手原价80万的店，并且提供5万押金。尽管有1个月试营业期，但所有收入都归店主，对店主来说是有吸引力的。至此，你已获得了一家价值80万店面的1个月使用权，有足够时间进行试错。若发现不适合经营，损失5万总比损失80万要好。第二步，借力发力。通过举办预付返利活动吸引客户资金，无成本取得店铺所有权。例如，假设你经营一家超市，可推出储值卡返利活动，客户预存2000元，即可获得价值2000元的电动车或洗衣机，并在接下来的30周内，每周获得50元的现金券。
客户实际上以2000元的预存获得了4000元的价值，同时预存的金额还能在超市消费。宣传此活动，吸引周边社区和写字楼的人群，利用他们日常的购物需求，使他们愿意参与此活动。通过活动，你直接收到了200多万的资金，支付90万给原店主，结清礼品成本，并保留一部分作为店面流动资金，使这家店正式成为你的所有，且未花费任何自有资金。此活动不仅帮你取得店铺所有权，同时由于电动车成本低于实际价值和现金券锁定了客户近1年的回访，将带来持续的利润。此方法不仅适用于超市，同样可应用于餐饮、美容或健身等行业。只需合法合规、精心策划，便能借助他人的资源，以最低的投入快速启动项目并实现盈利。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接下来我会分享9个最具商业价值的空手套白狼创业案例，请选择性借鉴，重要的是思路。有时间静下来认真思考体会，你会收获很多。零成本复制成功项目赚钱。一位年轻人在超市入口处见到有人在临时摊位上销售集团手机充值卡，每张卡100元，且赠送额外100元话费，但只能用于打电话。这种卡吸引了许多消费者，10分钟内就售出5张。年轻人看到销售速度如此快，向卖家了解情况，得知卖家从上游批发每张卡，每销售1张可赚8元。在人流多的时段，1小时可售30张，利润可达240元。尽管商场的高流量时间只有几小时，但减去场地租金后，每天仍可盈利1000多元。由于进货量大，每次需购买1000张卡，成本较高。年轻人与卖家协商，在超市另一入口设摊，以每卡5元的提成为条件协助销售。第二天，年轻人在该入口销售5小时，共售出100多张卡，轻松赚得500元。总结，这个生意的本质在于看见别人卖什么卖得好，果断地加入，但是最好不要自己进货，不要自己搭台子，借用别人的货，借用别人的台子，以最小的成本来借用别人的资源为自己赚钱。最关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别人还会告诉你一些宝贵的经验。以后当你走在大街小巷，看见别人卖什么卖得好的时候，不管是人家卖首饰项链，还是卖鞋垫皮带，或者是卖什么狗皮膏药，你都主动过去看看，看看能不能让老板为你垫点货，你帮他卖，然后给他分点钱。既然人家卖得好，就一定有卖得好的道理，大胆地借他的货，在你们合作的时候，也是在帮他赚钱。他一定会将卖这个货的经验告诉你，这样你不光卖货赚钱了，还学到了他的经验，这是借鸡生蛋最直接的办法。2. 利用店主的库存为自己赚钱。朋友经营的鸭脖店因人流量稀少，在1个月内失败了，留下了有限的资金。一天，他想到之前在批发市场认识的几位鸭脖店老板，他们的生意也不顺利。他考虑与这些老板合作，将鸭脖销售至网吧，出市时少量进货，并在卖出后付款，降低风险。他购买了一辆2手电动车，开始在不同的网吧销售鸭脖和鸭腿等，销售额与老板们分享利润。例如，在大型网吧卖出20个鸭腿能赚40元，给老板分10元，自己留30元。每天服务10家网吧，能赚300元。通过勤奋，收入还有增加的空间。另一个例子是在一个较大的南方小镇，一位卖包子的人骑电动车巡回销售，虽然包子价格高但味道好，每天能赚500元以上。他并非自制包子，而是从其他老板那里获取货物销售。总结，开店的人开的店是死的，不能移动，都是等顾客上门。我们为何不能成为他们的腿，让他们的产品到达应该到达的地方？以后走在大街上逛街的时候，看到你比较感兴趣的店，你都想想能不能让他们的产品加上你的腿，到达各个消费者聚集的地方。3. 零成本高效销售土豆，一天收益超过1万元，适用于多种农产品。一个高中毕业后选择打工的年轻人，觉得打工无趣，于是开始寻找新的机遇。一次他在菜市场买菜时发现，城里的土豆价格高达2元1斤，但口感不佳。反观他的家乡，
土豆每斤不到3毛钱，通常用作猪食，但偶尔炒食时味道却远超城里的土豆。他决定将家乡的土豆销售至城市，目标是每斤能赚1元。首先，他让家人邮寄了1袋土豆，找到几家菜市场的老板试吃，得到好评后，与他们签订了进货合同。随后，他回家乡租车收购了1车土豆，由于都是熟人，决定卖出土豆后再结款。他驾车将土豆送至城市的各家菜市场，仅用1天时间就收完了所有土豆，减去路费后，当天净赚了1万多元。总结：当你老家有什么特产，或者不是什么特产，是普通的商品，只要价格低，而城市里面价格高的话，都可以采用这个方法，先谈好买家，再去准备货，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4、利用餐饮行业的空档赚钱。一个人发现普通的中餐馆通常不提供早餐，于是他与一家中餐馆老板合作，租用其店面作为早餐营业点，每天从早上5点至9点半，并支付一定的租金。接着，他联系了几位愿意供应早餐的商家，确保每天早上5点能提供豆浆、包子等食品。由于中餐馆空间大，座位多，他在店内以低价销售各类早餐，吸引了大量顾客，从而降低了单位成本。成功经营了第1家店后，他让家人负责管理，自己则与另一家中餐馆老板合作，继续开展早餐业务。如此，他逐渐扩展，至今已经接手了5家餐馆的早餐销售业务。总结：很多资源都是浪费的，利用这些浪费了的资源就是一条财路。网吧的空位置是浪费，酒店的空房间是浪费，客车上的空座位是浪费，服务员的空闲时间是浪费，等等。只要你去找，并且把这些浪费了的资源利用起来，形成一套可以不断盈利的商业模式，你就可以轻松赚钱。5、一手对接技术，一手对接客户，赚2头。许多从事房产中介和保险业的人士倾向于穿着西服和衬衫，以展现专业形象。如果你不会制作衣服，可以选择合作与专业的西装裁缝店，并与店主协商价格。随后，你可以联系房产中介和保险公司的负责人，提供定制西服的服务。在为客户定制完西服后，可以进一步提供定制皮鞋的服务，以及销售高质量的鞋油。这样的业务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仅需准备一些名片以推广你的服务。6、整合资源赚钱。在旅游淡季，许多高质量的酒店生意清淡，你可以与酒店老板合作，为他们吸引更多的餐饮和住宿客户，条件是免费提供会议场地。接下来，你可以联系保险公司，因为他们常常需要举办培训会议或户外集训，并长期租赁培训场所。你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将酒店的会议场地提供给他们，但前提是培训需持续2天或3天以上，且参与人数至少80至100人。这样不仅能为保险公司节省费用，培训期间需要用餐，可能还需住宿，同时也能为酒店增加客源。另外，每个城市都有众多餐馆，都需要购买食材，通常各自采购。你可以与各餐馆老板协商，为他们统一采购食材。众所周知，购买大量食材可以获得更低的价格。接到餐馆的订单后，你可以向菜市场的批发商购买食材，然后将其分发给各餐馆。通过这种方式，你只需从中赚取差价，无需承担任何风险。同时，餐馆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所需食材，批发商能销售大量食材，而你也能从中获利。7、通过对接共同需求赚钱。王先生开设了一家体控理疗店，但由于公众对此新颖服务的不熟悉，业务一直不景气。体控理疗是一种融合保健、美容和治疗的新型理疗方法，效果很好。为了扩展市场，王先生尝试了多种促销活动，如派发名片、免费体验和价格优惠，但效果不明显。一天，他想到了之前朋友给他的一张合理膳食科普宣传图，涵盖了40种不能搭配的食物和不同疾病人群的食物等知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合理膳食也成了重要的话题。王先生决定将宣传图改编为便于保存和携带的小册子，设计非常精美，封面展示了一个家庭的图片，下方印有合理膳食、均衡营养的大字，
封底列出了一些家庭服务的常用电话，如清洁、搬家、电脑维修和理疗服务等。通过提供有价值的资料，王先生为客户创造了服务的机会，从而也为他的理疗店带来了收入的可能性。巴鸡蛋煮一煮也能年赚千万。一个台湾朋友分享了他的朋友如何通过销售温泉蛋，在半年内偿还了2000万台币债务的故事。他的朋友在台湾的一个温泉旅游景点销售特制的温泉蛋，号称由当地优质温泉水煮制，味道极佳，且具有保健效果。包装精美的温泉蛋吸引了大量游客购买，而且很多人购买数量庞大，通常在200至500个之间。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购买者并不直接提走鸡蛋，而是留下姓名、地址和电话后离开，选择了由店家直接快递给亲友。通过这种方式，游客可以轻松购买并送出特色礼品，而不必自己携带。每个温泉蛋的售价相当于人民币2元，远高于普通鸡蛋的成本，因此销售利润非常可观。将温泉蛋定位为旅游景点的特色礼品，且价格适中，既不会让购买者感觉负担，也不会降低礼品的档次，非常适合作为回赠亲友的旅游纪念品。同时，店家提供的快递服务解决了游客携带大量礼品的困扰，也让温泉蛋能够迅速地送到接受礼物者的手中。这种独特的销售模式和优质的产品，使得他的朋友能在短期内通过销售温泉蛋获得了可观的收入，成功地解决了财务困境。酒蛋糕店生意红火的秘密完全可以引用到其他行业。我们先考虑下，蛋糕是需要过生日才需要订购，如果不过生日，是不是很少人去订购蛋糕？那么你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知道客户的生日。那么买蛋糕的是什么人？肯定是寿星的朋友或者亲人，对吧？那么我们如何获取客户的生日信息呢？第一种，你可以以打折的方式告诉客户来购买你其他的小点心，然后让他们填写自己的出生年月日以及电话姓名，告诉他们填写的好处。这个地方一定要想很好的理由让他们填写，因为他们认为填写对他们有好处才会填，所以他们填写的一定是很真实的，不会以假乱真。然后告诉他们，如果你能填写你家人、同事、朋友等1至2个人的生日、电话联系方式，我们就赠你半斤点心或1斤都可以，主要自己设计，控制成本。你通过打折的宣传，吸引了很多的人来购买你们店里的任意一款产品，只要来1个人，你一般就能收到3个客户的名单，算着他的家属亲戚。这样，假如一天来30客人，你也许就能抓到100个客户名单，这些人你都知道他们的电话、生日和姓名。如果一天按50个潜在客户来算，1个月下来你将会抓到1500个名单，每天都会有人过生日，以发短信或打电话的方式来进行促销蛋糕，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由于你是本店的老客户，给你打8折，先把价格提高点，再降价，这样一直循环，用小点心作为前期抓钱，来1个客户抓3个客户，后期来促销蛋糕，这样你会有永不断续的客户，凡是来买蛋糕的人，你都可以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后面进行促销，生意一定火爆。你还可以做学生的市场，学生喜欢过生日，找到学校的老师或联系人，通过一种方法把所有的学生的联系方式拿到手，学校一定有，包括住址、电话、生日都有。这样你的市场更大，因为每个学生现在都喜欢过生日，所以你不用担心没有客户。最后，你不需要自己做蛋糕，你找10个员工专门送蛋糕，找几家做蛋糕做得比较好的，跟他们谈判，说我每天都要订购很多的蛋糕，你给我一个最优惠的价格，这样你什么也不用干了，只进行对这些客户进行促销就可以了。到最后，你可以做成一个蛋糕配送中心，只要这些人想过生日，问他想订什么样的蛋糕，哪家蛋糕，你都能做到，只管联系这些业务，专人配送。空手套白狼的思维强调在缺乏初始资本投入的情况下，通过聪明的策略和合作来实现盈利和业务增长。核心步骤包括寻找愿意合作的伙伴，创新服务以吸引和保留客户，以及利用优惠和赠品收集客户信息，以便未来的定制服务。同时，风险分担和效率提升也是重要环节，如通过合作分担风险和优化运营流程来降低成本。最终，
利用满意客户的推荐和网络平台的宣传来扩大市场影响力，从而实现业务的持续增长和盈利。希望以上的分享对你有启发。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